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引发俄罗斯的舆论的震动。境内多次遭到突袭，可能引发战争的继续升级。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说说这个问题。5月3号的凌晨呢，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突然遭到袭击，在10多分钟内，2架无人机相继划过夜空，冲向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参议院大楼穹顶上方爆炸。这是克里姆林宫几十年来首次受到空袭更严重的是，俄罗斯正在准备5月9号的2战胜利日的阅兵活动。从袭击视频上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旁边的红场上已经布置好了阅兵活动的展台。普京对这次袭击的评论是：敌人上一次轰炸莫斯科是在1942年。这句话说得很重这表明在俄罗斯政府看来，这次袭击事件能够和第2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几天来，世界各国和俄罗斯国内的舆论对这次袭击议论纷纷，各方势力纷纷猜测袭击的幕后黑手是谁，袭击的后果是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第一时间拒绝这是乌克兰发动袭击的说法。在5月4号，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称美国是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的幕后黑手，美国政府当然是否认了。各方的反应又上演了一出罗生门。不论如何，这次袭击虽然造成的损失不大，但是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动摇了交战双方不进攻首脑目标的规则。开战以来呢，俄罗斯军队对基辅城区的袭击的并不多，以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客可以毫无顾忌地访问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不进攻对方的首都已经是双方的一种默契。但是现在呢，俄罗斯政府的许多官员已经放话了。俄罗斯前总统、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表示，在今天的恐怖行动之后，除了实际消灭泽连斯基及其集团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俄罗斯议会下院的主席沃洛丁将乌克兰政府与恐怖分子伊斯兰国进行了比较，并表示他将要求使用能够摧毁他的武器，暗示将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因此有一些西方媒体声称，这次袭击是俄罗斯的自导自演，是为了大规模的进攻乌克兰，直接轰炸基辅做舆论准备。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说法。那这次事件可能是乌克兰干的吗？伦敦大学的俄罗斯军事和安全研究学者马克·加勒奥蒂认为，如果是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的话，目的是向俄罗斯人表明，不要认为莫斯科是安全的。这种做法是会让俄罗斯害怕，还是激怒他们呢？极有可能是后者。在过去1年中呢，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许多次的袭击，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地区受到的袭击最多。上周就有2列货运列车在炸弹的爆炸中脱轨。今年3月份布良斯克当局说有乌克兰的破坏者渗透进来，有2名居民被枪杀。零星的越境炮击就更多了。4月份的炮击造成了4人死亡，还有一些袭击呢发生在俄罗斯的大城市。乌克兰的无人机多次深入俄罗斯进行袭击。去年12月，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和梁赞地区的军用机场被无人机袭击，有3人丧生。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著名的学者杜金的女儿杜金娜被乌克兰特工放置的汽车炸弹袭击身亡。因此，这一次对克里姆林宫的袭击不能排除是乌克兰的某些势力干的，他们并不考虑后果。美国是幕后黑手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多年来 CIA 经常在世界各地下黑手，挑拨冲突，装作 A 方打 B 方。这一次呢，也可能是 CIA 在挑拨俄乌冲突扩大化。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袭击，是否说明俄罗斯的防空网不行呢？1987年，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他的小型单引擎飞机就曾经突破前苏联的防空网，降落在红场。当时就有人质疑前苏联的防空网漏洞百出。对此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马斯科特表示，莫斯科的防空系统的目标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而不是无人机，并且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无人机有可能是被点防御系统击中的，比如最近安装在莫斯科市中心关键地点的铠甲导弹系统。美国同样对所谓的间谍气球也毫无办法了，发现的晚击落也很难。
不论如何，袭击已经发生，俄罗斯必然会做出某种程度的报复，俄乌冲突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了。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